我是徐乐 Tuber 鲁乐乐。这次要带来的是原神 2.2 版本的雾海纪行地图探索攻略。这次改版后新增了到期最后一座岛屿鹤关。在初次踏入这座岛屿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是否也感受到这异域又带点感伤的气氛呢？若是想在鹤关岛上探索，就会需要耗费4天来解开岛上的迷雾。任务都是跟随着现实时间，每天凌晨4点更新。每天的任务时长大概会落在30到45分钟。若是一天没有解的话，任务也不会同时开放2天的量给你解。而由于雾海纪行和青濑岛剧情有所相关，因此也记得要先解完青濑岛的前置任务青濑筑雷记，才能够接鹤关的任务哦。若是还没有解过的话，也可以参考洛洛先前制作过的影片。那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符合任务接取条件的话，在改版后就会与任务清单出现可以找凯瑟琳接取探索鹤关岛的任务。接着我们会去找 NPC 墨田了解他的委托需求，而后再找到 NPC 阿福前往鹤关岛。一踏上岛，如果是晚上玩的话，真的是会觉得有点毛毛的。这边可以先去找到7天神像，让视野打开。路上也要小心突然冒出来的新怪物、兽镜幼兽跟兽镜猎犬等等。记得把奶妈带好。星海表示够安心哟。接着在我们找完阿流对话后，会再跟一些 NPC 了解到关于供奉漆木的指引，并且学习搜集3根羽毛来去唤醒漆木。而后会再跟随着任务指引来到茂之祭场，接下来会需要去3个地方供奉漆木。由于接下来前往的地方都会有迷雾笼罩，因此可以先参考洛洛的地图标记，先帮自己的地图标好记号，避免等等迷路。而这些记号也会用到最后一天，所以先标好也方便。第一个，我们先去鹤关岛东边的千来神祠，因为被迷雾挡住，所以可能连地标名称都看不清楚。如果快靠近漆木所在的位置的话，可以看到路旁会有光明灯的指引。如果路上有看到鹤关特有的雷石的话，也可以透过雷元素去点亮，避免在迷雾中待太久被传送到原点。找到漆木后，可以查看小地图看羽毛的位置。若雾太浓看不清楚，也可以多加善用元素视野。第一根羽毛在坑底，第二根羽毛在一个新的祭奠石机关旁，第3根羽毛会跟着它传送过相位之门，半路也可以顺便捡一颗雷神铜。搜集完毕后回去供奉漆木。接下来是逢月之野的漆木，因为知比山的漆木比较麻烦，因此可以先边探索到鹤关岛西方的逢月之野找到漆木。第1根羽毛就在树后，第2根羽毛则是会移动。羽毛最后会跑进一个屏障中，找到附近的雷种子，进入屏障内去触碰羽毛。第3根羽毛则是在丘丘人的营地屋顶上，这边算是比较简单的。最后是知比山的漆木供奉，由于这边的羽毛比较麻烦，因此需要花点时间。若是觉得麻烦，也可以放到最后面再解。我们可以先到知比山的山洞外，先找到一只仙灵，并跟着仙灵进去。送仙灵回到家后会看到阿流，另外仙灵的家旁边还有2个仙灵的家，这边我们需要找到3只仙灵后，把它们都送回家来降低水位。第2只仙灵在漆木上，往上爬就看得到，而第3只仙灵要跳下来才会比较看得到。跳下来后再游泳找到仙灵，3个仙灵都回家后，水位就会下降。接着触摸漆木后，3根羽毛会先聚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在昏暗的迷雾中看，还真的像是会发光的茄子。抓取1个羽毛后，剩下2个又会开始跟你玩捉迷藏，直到他们跑到一个石门之中。接下来就是稍微有点复杂的解谜流程了。可以先把这边的怪物清理干净，然后把所有的祭奠石都捡起来。接下来就可以观察，若祭奠石之间有轨道相连的话，代表电路是有通的。而我们则是要将祭奠石放在轨道没有通的中间位置。若是不清楚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参考影片中洛洛的摆放方式。将3个祭奠石都摆放完毕后，就可以获得精致宝箱，同时也可以启动下一个石门的机关。打开石门后会需要解决一个遗迹守卫，打败后就可以触摸第2根羽毛。接下来就要找仙灵，在一进门后有个断掉的石柱上会有一只仙灵，送到家后旁边的石门有第2只仙灵，而第3只仙灵则在石堆之中，打掉就可以看见。送回家后，可以到废墟的屋顶之间打开奇龟宝箱和拿第1个祭奠石，之后出废墟往下跳，可以再捡第2个祭奠石。第3个祭奠石则在旁边的石堆上，然后按照洛洛画面中的摆放方式，下面的摆1个，再到上面转角处再摆1个，最后一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要跳起来飞跃，或是站的位置角度要好一点，让祭奠石可以漂浮在半空，才能让线连起来，最后就能获得一个华丽宝箱。同时也可以打开第3个石门的机关。若是这边先前有触碰第3根羽毛的话，羽毛会跑到第3个石门里面，而若是没有的话，要回去第2个石门进来的地方，让羽毛过来。
最后让第3根羽毛回去后，表示这边的解谜完成。而深处有一个雷神童可以顺便拿，这边或许也有一些需要解谜的地方，肉肉后续再更新，可以先回去供奉第3个漆木。供奉完第3个漆木后，漆木上也有一个雷神童可以拿。供奉完漆木，随着指引回到机场，发现人都不见了，再回去回报墨田小姐。第1天的阶段就告一段落。第2天一样，随着任务指引和墨田小姐对话后，又再度来到鹤关岛上。从提示的石门进来后，笼罩在岛上的迷雾会消散。找到阿流，与阿流对话完后，雷鸟的羽毛会变成类似留念镜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在鹤关岛上使用羽毛去和雷鸟石像感应。教学完毕后，也可以在地上挖掘埋藏的东西，取得木皇笛。接着随着指引来到机场和 NPC 对话。然后我们来到霍寺滩，使用羽毛和雷鸟感应，得知我们需要解开一些谜样石头的秘密。接着在使用羽毛和谜样石头左边的雷鸟石像感应后，会出现一只雷灵，跟随雷灵最后会来到一处石壁前。在使用羽毛与旁边的雷鸟互动会出现提示，这个提示可以提前截图放在旁边对照，以免等等忘记。再回到刚刚的谜样石头旁，由左到右用蒲公让石头依序点亮。到达吉明海滩后，一样用羽毛和雷鸟石像感应。看完这里的剧情线索后，我们需要移动地上的石头到对应的位置。移动的方式不难，只要让对应符号的石头回到对应的位置即可。来到逢月之野，使用羽毛后会看到阿流的幻影。接着我们又要去附近找东西，因此可以先在地图标个点，以免等等雾太大迷路回不来。路上若有看到雷石，也可以用雷元素与其感应，当做回家的光明灯。与雷鸟感应完后，会需要找3个石头，我们只要跟随3个仙灵找到石头即可。仙灵在昏暗的物质中还算显眼，因此洛洛相信大家应该不会轻易跟丢。最后摆放完3个石根文字后，再按照仙灵归位显示的符号由上到下的顺序点亮石头。解完之后会需要回到机场，又会发现是没有人的状态，只好再回去找墨田小姐回报。第2天结束。第3天要先跟着指引去找阿父，之后再前往鹤关，一样从对应的石门进入后让雾消散。而后得知我们会需要破坏之前供奉好的3座漆木。哈，竟然是可以这样盖了又拆的吗？若是第1天有乖乖标点的话，就会比较容易找到之前漆木的位置。找到漆木后可以直接攻击，攻击到半血时会有能量球飞出，再透过小地图提示快速找到能量球，并且也可以善用冰火元素的弓箭系角色攻击能量球，少走一点路，像是安博、埃洛伊、该羽、萧公等等。打完能量球再回来打掉剩下半血的漆木，把你平常累积的压力全部释放出来。我哒哒哒哒哒哒哒！3座漆木攻击完后，会再跟着指引前往机场。这时发现非常恐怖的天气异象，为了躲避雷暴，我们被强制传送出去。再回去寻找阿流后，他对我们非常失望，难过的跑走了。而此时我们也只能再回去找墨田小姐回报。第3天结束。第4天也是雾海记行的完结篇，可以看到鹤关岛上笼罩着红色异样的浓雾，搭配阴森诡异的 B 卷，真的是超可怕的啦。不过感觉后面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景色了，那就拍个照留念一下吧。跟着阿福进入到鹤关后，就会开始出现有随机的落雷攻击，要特别小心闪避。一样可以从石门进入后让地图的浓雾消散。接着到霍寺滩找到雷鸟石像感应，击败魔物后触碰羽毛可以感受雷鸟的记忆。再跟随指引来到吉明海滩，一样使用羽毛和雷鸟石像感应。再来到逢月之野，打败魔物后找到阿流对话，再进一步使用羽毛后看到阿流和雷鸟的记忆。最后则是来到金明山调查祭坛，由于待会要对战雷鹰权限，因此请先调整一下队伍阵容，不要跟洛洛一样带了雷电将军、满命9条跟奶妈的队伍，最后只能先狼狈逃走。这里的雷鹰权限和青濑岛的攻击模式一模一样，只是场地没那么宽敞。若是不熟招式的话，也可以参考洛洛的影片。击败雷鹰权限后，使用羽毛和雷鸟石像感应，接着触摸羽毛获得雷鸟的记忆，而后就是一段很感动又感伤的剧情，请大家可以好好的细细品味。我们来到青濑岛，听完阿流唱歌后，就会再回到金明山，和阿流对话完获得成就，渡过雾霭的河流。解完任务后，以后就不会再见到阿流了，所以想留念的话，也可以多跟这个善良可爱的孩子合个照再走。回到道之找墨田回报后，也会有一段很有趣的剧情，最后也获得这整个雾海记行的任务成就雷与永恒。若是想要更了解故事详细的背景或叙述的话，肉肉们也可以再参考如雷套圣遗物的故事，看完之后会更了解这整段剧情。文字叙述的描写内容已经快要是惊悚片等级的程度了吧？看完后也令洛洛感到十分揪心，忍不住想说他只是个孩子啊！不知道你们的感想是什么呢？
以上就是雾海记行4天任务的所有攻略流程解说。解完这边的任务后，会在鹤关岛上开放一些关于鬼魂的任务。后续怕鬼的洛洛也会努力提起勇气，壮大胆子来替大家好好搜集所有的谜题的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会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吧会员，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。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，可以点击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。喜欢越多，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，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 YouTuber 陆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喽。